多年之后，只要我们的下一代到第3代、第4代，如果他们还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话，我希望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不会说这么样一句话，好像以前上海有一种上海话，他们说谢谢，说下家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上海话。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新晋主持人，他名字叫潘涛。潘老师呢，他在一次的广播的访谈节目当中，用上海话朗诵了一段《繁花》。《繁花》呢是一本小说啊，它是反映了中国上海50、60年代的这样一个情景的这样一个小说，它大致是用上海的语言的环境来写的，所以非常适合用上海话去朗诵。潘涛老师呢，用他的上海话的这个版本来演绎了一下《繁花》，我们听一下。阿婆对贝蒂讲：“乖囡，下去吧。首先阿婆讲了，不许保定。”贝蒂拉近阿婆讲：“让我再看看啊，首先阿婆追话。”阿婆讲：“贝蒂讲，有瓜伐？”阿婆摸摸贝蒂的头，下去吧，去得近。贝蒂讲：“晓得啦。”其实啊，我在第一次听到这段上海话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反而觉得可能我说的上海话不太标准，这个才是比较正宗的上海话吧。因为我听得出来，它当中有很多是用的，可能有崇明的这种口音，也有本地上海周边郊区的一些发音，那么我认为这个才是比较正宗的上海话。那么直到我后面看了一些评论，才知道潘老师呢并不是真正的上海人啊，他是一个四川人，听得出来他是由一个上海人来教他讲这段话的。可能是现学现卖。那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啊！作为一个四川人，他在一个非常公共的场合用一段上海话来朗诵，可以说讲得非常的不错，只是可以听得出来没有经过实际检验，就是说没有实际交流过的这种上海话，感觉有一些生硬啊，但是也是非常不错了，这样给他点个赞啊！我给我孩子听了之后呢，他觉得感觉有点怪怪的。那么我说，你 Jason 啊，你是不是来朗诵一段这种繁花，挑战一下潘老师呢？繁花，阿婆10岁，邻居贝里6岁，两个人从嘉山城步上屋顶，我偏问娘，眼睛里向是半月路湾区，前头是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到爷爷独栋洋房结角，西面后头高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30年代胡教授的，据讲是纪念苏维埃事件的书王尼古拉斯2世。当来花西阶段，阴森吓人，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贝蒂拉近阿婆，将身体靠近，头发乱飞。东南风一劲，听到黄浦江居民欲要看光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的胸怀。阿婆特贝蒂讲。乖女，下去吧，小心阿婆讲了，不许跑定。贝蒂拉近阿婆讲，让我再看看呀，小心阿婆追我。阿婆讲，贝蒂讲，我乖伐？阿婆摸摸贝蒂的头讲，下去吧，去得近。贝蒂讲，晓得嘞。这段闲话是阿婆永远的记忆。听得出来啊，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呢，他其实从小也是不讲上海话的。虽然他的爸爸妈妈都会讲上海话，包括他的再上一辈祖辈也都出生在上海，但是到了他这一辈呢，就是平时基本上就不讲上海话了，也没有这样一个语言的环境。我在念书的时候，可能跟同学之间还会进行一些上海话的交流。到了工作之后呢，因为整个一个职场当中的新上海人的成分非常的多啊，所以上海是一个非常海纳百川的城市。一方面它是接纳了来自全国的全世界的一些优秀的人到上海来参与上海的一个建设，另外一方面上海的海纳百川呢，也体现在我们当地的一些上海人，只要整个一个办公的环境或者一个交流的一个情景下面，只要有一个不是上海人的话，我们尽量会避免用上海本地的方言进行沟通，而是用普通话。这也是体现了上海这个城市的一种包容性啊。如果去香港的话，那你如果整个一个语言环境当中并不会因为你一个人不会讲粤语，那么其他人就不会用粤语来交流啊。那当然举香港这个例子
不是非常的贴切啊，因为香港本身的它的官方的语言并不是普通话，而是粤语，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是粤语。那用北京来打比方也不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北京的这个本地方言跟普通话又是非常的接近。我没有在广东或者深圳待过，因为那边他们的官方语言应该是普通话，那我不知道当地的一些人进行交流的时候，或者说是有一个不会讲粤语不会说广东话的人进行交流的话，他们会用什么一种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我们只说上海，那么上海呢，其实比如像我工作的时候，包括今天早上我跟我老婆上班的途中来也交流这个事情啊，她是说，大家都晓得吧，在公司里向都不大好讲上海话，人家觉得侬不礼貌。侬做啥要讲啥？突然蹦出两句，侬不晓得我是外地人吗？好像我是欺负一样啊！实际上并不是，好像我是优越感一样。实际上我并不是，我走了。即使是两个上海人之间，也基本上是讲普通话的，因为一旦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新上海人，他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生活，但是他不会讲上海话，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的。那么就导致即使我们在工作的、在交流的、社交的一些场合当中，也讲上海话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那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包括他的这个语言环境也更少，除了家里啊，就是在外面，在学校里面几乎也都是不讲上海话的，其他交流的情况下也有上海话的这场景非常的少，所以呢，导致他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的上海话的这种普及率会更低。其实会不会讲上海话并不是什么优势啊，或者说能给你的学习或者以后的工作带来什么好处啊，这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啊。那么学习英语呢，反而是你可能要去考试、去学习上帮助，包括你以后跟其他国家人交流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学习英语可能比上海话更加重要一点。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我们本身会讲，我们的父辈会讲上海话，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会有意识的为孩子创造一个上海话的环境的话，那么到他这一代可能以后就不会讲了，那么他的下一代，他的孩子就可能就更没有这个感觉了。那么如果是真到那样一个情况下的上海话真的会失传，可能到他孩子的孩子再孩子，那么可能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就在上海的这些小朋友会说，以前上海这个地方啊有一种方言叫上海话，他们说谢谢好像是说下家弄，我真的不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啊。所以其实上海本地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和民间的组织做了很多保护上海话的这种工作。我不知道，我真的希望上海话以后作为一种文化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这个城市的语言这种方言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如果我们不管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那么这个土地上的这些文化我们应该了解，应该尽量的去接触，让它有一个传承。如果能够把上海话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把它保留下来，那我觉得现在已经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能是它已经濒临灭绝的这个情况下，濒临失传的这种情况下才会有的这种保护性的措施啊。其实上海话我们应该重视起来，就是如果我们本身是会讲，尽量让我们的后一代给他创造更多的这样一个上海话的这样一个环境，让他能够尽量的能够教到我们下一代的这是我现在一些想法。那么下面我来读一段上海话啊，用上海话我也来讲一段这种繁话。繁话，阿宝10岁，邻居贝蒂6岁，两个人从假山城爬上屋顶，下片温热，眼睛里向是半个卢湾区，前头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到爷爷独栋洋房一角。西面后头，高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30年代胡桥造的，据讲是纪念所谓处决的沙皇尼古拉斯2世。打雷霍西阶段，阴森吓人。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贝蒂拉近阿宝，小身体靠近，头发飞舞。东南风一劲，听到黄浦江船鸣，远遥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的胸怀。阿宝特贝蒂讲：“乖囡，下去伐？绍兴阿婆讲了，勿许爬屋顶。”贝蒂拉近阿宝讲：“让我再看看呀。”绍兴阿婆追话，阿宝讲：“贝蒂讲，我乖伐？”阿宝摸摸贝蒂的头讲：“下去伐？去弹琴。”贝蒂讲：“晓得嘞。”这段闲话是阿宝永远的记忆。其实啊，我并不出生在上海，我是在学生时代来到了上海，因为我的妈妈是出生在上海，但是我的外公也是我的祖辈
并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也是在解放前移民上海的。很多，我觉得上海城市当中很多的一部分人是他的祖辈或者曾祖辈的时候来到上海，这一部分上海人呢，其实他们讲的上海话其实跟我现在这个发音差不多。那么在这些我们认为上海话这部分人呢，其实我觉得上海话分为上海城区的这个范围内的上海话，还有就是包括像南汇啊、青浦啊、崇明啊这些郊区的，那么又是另外一个上海话的语系啊。当然南汇跟崇明的发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统称为他们是另外一个上海郊区的这个语系。像我老婆家的，他们也是祖辈来到了上海，这一部分上海人呢，他本身他的父辈受上海本地的一些小朋友的交流，那他的父辈其实并不是讲上海话的，那么肯定是当地的一些音跟移民前的地区的一些音，像我们都是从浙江来的，浙江的一些发音，再加上上海本地人的一些交流产生变化出来的，我们认为的上海话，那么也说了这么多年。我的父辈出生在上海，那么像我老婆她的父辈也出生在上海，包括她也出生在上海，那么他们讲只是他们的传承可能是来自于整个语言环境当中的一些交流，因为在祖辈他们就本身不是讲上海话的，那么这是一种新上海话，因为本身像这部分人群是在上海大量存在的，他们认为他们说的话就是上海话，那其实真正意义上祖祖辈辈都在上海生活的这些人觉得你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上海话，但是你想他们两辈都生活在上海，并且他们也都在用这种语言在交流，那你能说他们说的不是上海话吗？其实啊，这是上海话也是在不断的变迁过程当中的。我觉得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它的城市在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它的人移民的人数非常的多，那么它的语言的发展会非常的快，那么尽管大家都认为他在讲这个上海话，那么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人们觉得你会不会讲上海话并不是很重要了，大家都推广普通话了，你都没有讲上海话这个语言环境的，那么上海话变得可有可无了，即使是变化中的上海话，它也变得可有可无了。那么我们认为我们会说的这种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教给我们这些语言，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让我们的下一辈能够了解，他们也去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我也非常希望关于上海话这个研究的这些人、这些组织也好呢，能够将这个上海话作为一个规范，比如说标准的上海话到底应该怎么发音的，并不是这种我们口口相传的这种我说我这样说的标准，你说你那样说的标准，这个所以说这也是上海话会越来越变味儿啊，或者说是改变的会失传，会难以继续保存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因为知道很多人现在年轻人他想去讲上海话，他们有很多是被普通话同化了，像我们这一辈去学习上海话去交流的话，很多都是从普通话硬是用上海话的这种发音，上海的这种地方的发音的方式去讲这个普通话。比如说洗澡，我们说上海话说打浴，其实很多人就会把它发音成打浴，因为浴洗浴这个浴室的浴就是浴，用上海话一定要用上海这种发音规则去发音的话，就变成浴打浴浴。其实我那个小朋友这段视频，以前有一段视频是讲这个洗澡的这个上海话发音的。那么上海话老怎么说？老。鼠怎么说？丝。老鼠怎么说？老中。鸡怎么说？西。澡怎么说？澡。洗澡又怎么说呢？打浴。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钱包的钱怎么说呢？几。包怎么说呢？包。钱包又怎么说呢？比个子。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勺子的勺怎么说？勺。那子呢？子。那勺子又怎么说？吊缸。包子的包怎么说呢？包。那包子又怎么说呢？土豆。土豆的土怎么说？土豆又怎么说呢？豆。那土豆又怎么说呢？养生。也有人指出来说，上海话当中并不念哟，而是念哟
打药的这个发音。其实如果你不去注意的话，你很难发现这个细微上的区别啊。其实我们讲打约，觉得自己好像很标准，其实可能以前就不叫，因为打约这个约根本就是普通话发音规则把它转化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网友给我们指出的对还是不对啊？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标准发音，或者说上海话有什么标准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也去系统的学习一下，掌握一下这些发音上面的一些注意的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里面的全部内容啊，欢迎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吧。